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严卫慈议员、黄伟汉先生，柯政委员、游淑慧议员、陈凤馨小姐。白宫给国会函，说我要重新打伊朗战争，因为呢60天要重新算因为你国会啊这个不能够让你打60天以上，国会通过才可以所以呢过去的60天已经过了，现在重新打，这仗是新仗。要重新算，那不算那另外呢，美军呢狂轰5个小时，所以呢，这个伊朗也生气反击科威特的这个基地啦、第5舰队的司令部啊等等等等但是凭良心讲了美军的那个轰炸力还是比伊朗大很多了那现在就是说，看到底最后是伊朗经济先垮，还是世界经济先垮？这个专家这样看，伊朗看你撑多久嘛？但是伊朗还没倒以前，会不会因为油价啦起来等让全世界经济都受到影响？大家观察这个。那中东美国有5万大兵，所以待命。那怎样？是要这个打陆战吗？打陆战一进去就要出来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呢，说精准到命中，瞬间曝光。美军还是厉害的哇，那个问题只是伊朗很多山那个山都是花岗岩的山比如我们花莲那个我们花莲还大理石什么，我们花莲有大理石有花岗岩有，但是伊朗那个很硬的花岗岩那个要打进去都非常困难的，就是你要钻洞都很困难的那美军在空中大集结，说有12架军机当然不止12架了，中东发现12架，主要是E3哨兵预警机，预警机那边可以盯到600个目标，什么地方什么动静，什么地方什么动静可以在空中指挥了调度了那连3夜空袭。川普说呢，要把这个告山铲平这个 Pickaxe Mountain 就是伊朗在那边搞核武吧核发展的了说呢，告诉他们叫伊朗等，他们什么狗屁办法都没有，我就把它炸掉但是专家说，美国就算最强的炸弹也很难穿透，它那个花岗岩太硬了，而且可能很深人家准备了几十年了那另外呢，荷姆兹海峡也沦为战场了，2艘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油轮呢被巡弋飞弹击中，主要是印度人船员是印度人，1死8伤那另外呢，川普说我要接管荷姆兹海峡，你伊朗不让我走我要接管，为了接管呢，他要收20%的这个通行费，他说我保护你们，所以呢，你们要给我20%的这个货运费，所以我不要无偿守护你们，我干嘛白守护你们呢？那如果这样的话，说就是20%的话，一艘邮轮可能要付9亿新台币，你知道？所以航运界说你这不是抢钱吗？你川普在干什么呢？你在抢钱吗？如果真的川普这样收，一天就可以收79亿一天就可以有这个8、9艘邮轮通过那另外呢，巴西总统说这个美国变海盗了。我也觉得美国怎么变海盗了呢？他现在跟伊朗讲，你要让大家通通是这个无条件通过，然后你要收钱那另外呢，伊朗的外长说讲得好，说呢证明伊朗我要收钱是合理的。你看你都收了，如果我不能收吗？所以我收是合理20%有什么不对呢？完全正确另外呢，这个也门的什叶派的青年运动叫做胡塞武装呢。说用飞弹轰沙特阿拉伯的机场，所以联合国也担心冲突会全面升级在中东。我们看一下，3艘海上无人艇开进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后直接自爆，这是美军首度在作战中使用海上无人艇攻击。川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战事。So we're just going to hit them very hard, and we're going to keep the strait.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Maybe we'll call it the guardian angel of the strait. Iran's foreign minister came out and mocked Trump's post, writing, POTUS is absolutely right. Whoever provides secure and safe passage of commercial vessels through the strait should be compensated for this service. Iran has always been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and will remain so forever. 要伊朗开放海峡不成，川普宣布将对荷姆兹海峡的船只收货物价值的20%当保护费，并从台湾时间周3凌晨4点起再度海上封锁伊朗。伊朗没让步，还打波斯湾6国的美军基地，包含调停国卡达也受波及。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در اطلاعیه شماره 3 از انهدام مخازن سوخت سامانه‌های پاتریوت و FPS در پایگاه‌های آمریکا در کویت خبر داد. 美军连续3晚打击伊朗，令美股4大指数周一全数收黑，国际油价跳涨约10%，再度浮现能源上涨、长期通膨的压力。这个荷姆斯海峡大概主掌了这个全世界这个能源大概1/5的这样子一个能量啊，所以它当然是所有人必争之地啊。那如果照川普这样的说法，我每次坐在这个地方我都觉得非常的奇怪，已经坐了这么久了，上礼拜不是已经开始要和平的会谈，大家觉得已经看到一片的大好，今天坐在这边又开始要开打了，这个剧码已经反反复复非常多次了哈。那我们就根据今天川普所设定的剧码，我们就来算一下。那如果是要征收20%，你看今天的油价大概突破每一桶80美元，20的话每一桶多增加16美金。那你这样的说法的话，那大概就是算起来一艘邮轮大概就是3000，对，就是3200万的这样子的美金嘛。所以这种算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承受得起哦。所以大家就说，但是到底要怎么样的开价，目前为止怎么样的收还没有细节，到底是整个这样子弄完20%，然后由各邮轮大家来分摊，还是每个就根据它的货物价来做这样招收？这个目前为止还不知道，甚至有很多人说礼拜3要开始征收，那川普又不会退缩，这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一切都是在未定之数。但是很肯定的，就是这一波的操作的确是让我们整个的油价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你看，大家认为说影响很大就是印度嘛，因为印度40%到50%的原油完全是要靠这个荷姆斯海峡，那印度也是在整个亚太地区，不管它的科技、它的所有的这个劳动的一个市场，也因为这样受到很大的影响。就诚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到底谁先垮，还是整个世界经济会先垮？所以每个人都在预测。那这个部分来说，第一个跳脚的当然就是国际海事组织嘛，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IMO， 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说保护费，或是你说的这个涨价，因为它本来就是一般通行的这个法则，每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你这样硬是要说这样子，我们称为的保护费，它是完全违法这个海事的组织。更有人刚好把这个历史追溯到第15世纪，那时候丹麦在俄勒海峡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根据它的货物税来收保护费，然后真正被遏制的是谁？美国强行介入之后，丹麦才取消这个非常不合理的。就像21世纪、15世纪他做了这样一个动作，21世纪他反而是变成丹麦那样一个角色，所以这样是非常的一个讽刺的。不过无论如何，大家认为川普这一套的部分，再看看吧。礼拜3距离现在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看他会不会退缩。不过很多人都说，因为你透过这样子的收保护费的方法，可以稍微转移他们在11月大选。目前来说，透过这样的方法以战逼和。那这以战逼和到底是可以让整个全世界因为能源的问题，然后让他们迫使伊朗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原则，还是这个以战逼和反而是让美国，特别让川普这一套的一个剧码，反而让大家看破，然后呢，造成他这个整个声望跌到最谷底，影响到的11月。我们目前为止就再来观察吧。伊朗最好笑了，伊朗说我们是海峡的守护者，收20%实在太高了，太高了哈。我们伊朗要收会比较公平，不会像美国这样子收啊。来我看。现在目前大家看起来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美国总统川普真的是不理解他在想什么了哈。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美国总统大家都知道哈，发动军事行动之后，他必须在48小时之内要告知国会，因为你有时候行动是霹雳手段，所以没有先告知国会，否则我就没有办法能够制敌机先，这大家了解。但你一定要跟国会报告，我已经进行了军事行动48小时，然后这个军事行动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如果国会没有授权，60天。你就必须要终止它。光是这个我们就已经讨论了快半年，为什么？因为是60天结束行动，还是60天？好，就那一天到了以后，然后我不动作，可我部队还在，这个就有争议了嘛？哈，那观众朋友没有错，美国跟伊朗有签这个叫停火协议，其实是备忘录啊，对不对 ？MOU。那我个人主观认为，这不算结束战争啊，不算嘛，对不对？可是川普的意思是说，因为已经停火了。我现在在动手，来前言先要说哈，没有错，川普想说是伊朗先去打了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船了，所以我必须要反制啊。但是川普把它当成是新一轮的战争发生，所以他又照算未来60天他不需要得到国会同意，他可以再打2个月就对了。但这个美国也有不同意见，这样对吗？好，那我不是美国人哈，看美国自己怎么界定。川普认为说那个国会60天的授权已经翻页了，这是新一轮的战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台湾哦。本来跟卡达买的天然气，我相信观众朋友都知道，33%，所以我们其实
受伤很严重。我一直都没有得到最后的数字，就是因为这事情还没结束。那我们从这个2月28到现在，每一船的天然气多10亿啊，一船多10亿，我们其实应该已经早就那个增加成本破100亿了，然后后续再一起通算就好了。好，那因为美伊停火的关系。我看到经济部说6月23号的时候说，我们跟卡达已经在中东的战事停止之后抢到了第一批的油。我们跟卡达每一年买大概6到9%的油，有买油，有买天然气，天然气比较多33%。天然气的厂因为在2月3月的时候，那时候战争的那个情势紧张的时候，它也炸了，所以它已经停止生产。停止生产你就不用讲了。可是它在6月的时候开始恢复生产，还发生了个意外，那工厂还爆炸，还有人员伤亡。好，那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在期待以后我们的油品来源会恢复有卡达，天然气也有1/3，因为1/3除了量之外，它的价格比较实惠啦。我们就是跟卡达买天然气，会对我们来讲比较好。可是你现在又再度发生战争的时候，这个油跟天然气的来源，我觉得因为马上进到暑假了那未来的这个计划，可能经济部要去注意，是不是可能能够取得。就是说，川普其实不只是这一次啦，还没有签那60天协议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现在没打啦，所以都不算在那60天里面了，他就赖皮嘛。没错。那这个荷姆兹海峡，全世界有25%的油从这边走，有20%的天然气从这边走，所以呢，这个影响不大。就是说不影响，当然很大了。我现在要说影响不大。影响大的原因是说，它不是说因为它只占20%，任何东西你只要少20%，你看那个价钱立刻标的绝对不是20%，标可能加倍的标啊。你多10%产量，那个也不是说只是降10%，可能一下就是砍半了这一方面是心理的这个需求的状况，一种是心理的这个可怕嘛，说哇缺货到底该怎么办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路透社跟 Ipsos 的民调说，近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伊冲突很难速战速决。这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伊于湖底了好，那么另外呢，川普因为说要接管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基本上有3条航线了，北方伊朗叫你走这条，你走这条我就让你走，但是呢，美国是你走南方，不要给你控制，还有一张原来的航线，所以现在被打的是走南方航线的。伊朗说你违反我的这个告诉你要走什么航线，所以美国说，那你这个不要让自由通行，你违反了协议。伊朗说我的自由通行是在我指导之下自由通行，不是你可以随便走。好了，川普一说要接管海峡，要收20%的这个费用，布兰特原油一度突破85块美元，金价也跌破4000美元那另外呢，今天台股盘中大跌1680点，其实跌了1700多点，然后后来最后600多所以呢跌得非常凶，盘中大跌跌破季线收642点，连台积电的财报这么好都跌台积电财报其实相当很好，都跌那只有一档叫做什么这个 UPS 的不断电系统细准逆势上涨，其他全部跌，而且很多跌很惨，有的跌停板有的跌5%、6%，都跌很多那另外呢，这个国库很好，6月证交税849亿就创新高，它上半年已经超增了3300亿，如果按照这个下去，一年就超增这6、7千亿，去年也超增，因为股市大好，所以他们有人说民进党运气真好。这些钱他到时候选举一定给你大发各种红包了，这个发红包，那个发红包，都买票嘛。他说我政策你个人买票你买看，你候选人送个超过30块都不行，对不对？都被查。30块，陈定南时候定的，陈定南到现在多少？20年了，这20年物价涨多少？还是30块？你不能超过纪念品，不能超过30块，什么火柴，什么盒啊，什么不能超过30块，反正送那些小东西。但是政府就有几千亿。尤其是财政很好财政好得不得了那而且经济成长率最新的这个报告说会超过10%，为什么？因为 AI 股大好所以呢，6月总税收年增将近2倍证交税也首破800亿连11红每个月都超收，每个月超收，6月已经超收11次了所以呢，上半年证交税3336亿创新高，所以呢，光上半年就比去年全年都多然后呢，总税收
2.5兆，年增81%，你自己想想看，多有钱呐！这政府现在钱多少都是钱，满口袋都是钱。GDP 也上涨10.16%，哦，所以原来只有上涨5%、6%，现在一下子啊，几乎加倍。看一下。美股全面收黑，台股周二绿油油，电金传产齐跌之下，指数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1726点，创史上单日盘中第6大跌点，失守44000点整数关卡。那在中东局势趋于紧张的状态下，当然有一些资金它就选择做退场，当然就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另外，接下来美国要公布 CPI 指数，那大家从油价来看的话，那确实整个 CPI 指数呢，应该不会太好看。电子全指股中，台积电一度跌50元到2390元，联发科、台达电也由红翻黑，联发科更一度下跌超过300元，千金股也血流成河，股王信华股价也重挫。不过由于高油价，油电燃气走扬，台塑化股价上涨。随着周四台积电法说会即将到来，乐观情境下，是否渴望带动大盘呢？接下来台积电的法说会确实是有机会形成一个止跌点的哈，我认为并不足以能够把整个大盘呢再往上抬。台积电的防守表现将是台股能否回稳的重点。专家来说，股市怎样？好，我觉得其实连同上一题到现在呢，我先大胆的做一个结论哈。伊朗经济不会崩溃，因为事实上它的饮食啊各方面啊食物，它90%是自给自足的，这是大家所不知道的。已经被封锁很久了，没错。然后它的黑海这地方呢，其实从俄罗斯、中亚这地方可以源源不断的有粮食作物可以进来。好，第二个部分是世界经济也不会崩溃，那么油价呢不会再像之前那样飙升。我大胆预言，川普根本打不久。他们为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呢是 Kepler 这一家公司，它是一个能源的分析公司。他所做的分析，我根据他的新闻稿，我请 AI 画的图，好，大家可以看到，伊朗要大家走的是上面北边的这条航线，然后呢，美国呢主导呢，美军有其实按住大家走的是下面的这一条航线，中间灰色的这一条呢是战争之前走的这条航线，所以呢，只要走这条航线的，其实都有可能被伊朗打。那对于川普来说，如果我不能建立这条航线的权威的话，那我在控制荷姆斯海峡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输给伊朗了。所以他们这次打是要打主导权。那你说川普收费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我认为不会是真的，因为大概不会有人愿意缴这个费用20%。你要知道，伊朗他当时所提出来的是1桶油收1块美元，那如果是超级油人的话，200万桶大概是200万美元。可是按照川普的20%的话，那是要收3000万美元。所以美国要收的是伊朗的15倍，你觉得全世界会如何的来看待？啊，所以我不认为他会收。那为什么大胆预言不会打太久呢？一方面，其实美国的军事专家早就已经说，他的弹药库是有限的。其实他的弹药库打不久，林肯号在那边驻守已经200多天了，福特号才刚刚进场大修，所以他现在要紧急的有第2艘的航空母舰是困难的。而林肯号的官兵其实已经军心不稳了。更重要的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但我要告诉各位，从川普上任之后1年多的观察，这张图最重要。美国有一个东西叫做10年期公债殖利率，只要殖利率飙升，川普这一个搞房地产出身的美国总统，他很清楚的知道，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飙升，对于他来说，政府财政支出会大幅度增加，然后美国企业的借贷成本会大幅度的增加。房地产的借贷成本也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企业也不好，房地产也不好。你看他从关税上任以来，一推出关税，只要碰到4.5%，他就塔口；只要碰到4.5%，他就塔口。好，请注意，最近这一段期间，因为战争一度到4.66%是最近最高的，他就立刻不断的讲说，他跟伊朗达成协议，跟伊朗达成协议，跟伊朗达成协议。你知道他讲了为什么讲了3个礼拜？因为他要把这个4.66往下降，好不容易降到4.5以下，其实因为他这个一开打。现在又回到了4.62%，所以我大胆预言，川普打不久，因为对他来说，其实是有比控制荷姆斯海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能让美国的这些倒闭的这些家数越来越多，更重要，他不能让房地产崩，因为那跟他的家族事业有关。
那至于说台股到底在跌什么呢？台股其实跟美国跟伊朗的打仗关系不是很密切。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原因很简单，现在全世界 AI 在做军备竞赛，那谁去负责提供军火呢？台湾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这个 BIS 就是国际清算银行，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在所有 AI 有关的大企业当中，按照它的这个地区来分的话，台湾 AI 企业的股票市值占我们 GDP 的比重是202%，我们是全世界最高的比重。这张图也是一样，我请这个 AI 帮我做的，按照新闻呢，你看到没有？台湾我们这个 AI 市值占 GDP 的比重207%，美国占比只有104%。而韩国占比51%，那么日本占比只有22%，然后以色列占比19%，这是前5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最受惠？因为现在大家都要急捧着钱，然后去买硬体的这些公司的这些提供的晶片也好，电源管理也好，各式各样的这些供应零组件，然后来建 AI 资料中心。问题是，今年上半年涨太凶了。我们台股涨了60%，韩国股市涨了100%，那这个费城半导体涨了90%。我这边就是要提醒我觉得台湾的经济短期之内真的没有问题，因为这个 AI 资料中心的军备竞赛还在持续当中。我觉得在未来的1年到2年的时间，你还看不到他们要缩手。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整个的 AI 的这个军火竞赛呢已经结束了。可是因为它涨太多了，那这里面呢，很多人呢其实用借贷的方式，就我们用这个专业术语来讲，就是杠杆比例太高了。所以中央银行就说世代同堂太夸张了，要查。金管会也说世代同堂就是各种的贷款加起来然后投入股市，这种他们说要查。今年上半年中央银行释出来的资金超过1兆新台币。里面就是这一部分是属于理财的部分的融资，几乎都是投到了股市里头。所以短期之内因为涨太多，因为杠杆率太高，韩国先示范了怎么去杠杆，它已经跌了30%。我不是要诅咒台北股市但是我要觉得就是说，如果是用借贷的方式来投资，我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前景是好的，它跌下来还会再拉上去。但是如果你借贷的比例太高，因为修正而被迫断头的话，那你就不能享受那后面的上涨。所以台湾经济这一波很好，然后这个股市也会有未来再上涨的机会，但是千万不要被断头。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好是有很大隐忧的，因为我们的 AI 全面压注在硬体，我们是没有软体应用的。完全没有 BIS 的研究，我们完全没有95%全部通通都是用这个就是硬体的部分。那其实人工智慧最后会开花获利的是在软体，而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前面吃得很饱，后面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住，这是我唯一担忧的。好吧，这个反正就是说，刚刚讲说。今天民进党的财政收入会非常好当然财政收入非常好，我们看一下多好。财政部公布今年6月全国赋税收入统计，6月实征净额1兆1656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累计今年1到6月实征净额达到2兆5876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兆1623亿元，续创历年同期新高。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6月实征849亿，年增2.8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已经是连续11个月正成长。财政部说，今年税收大幅成长，主要是去年因美国对等关税冲击，所得税结算申报及缴纳期限延到7月底，导致去年6月基期偏低。另外，今年综合所得税及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自缴税款增加，也进一步推动税收。而台股大好成交量扩增，也带动证交税屡创新高。当然这个证交税政府赚饱饱不管台股像今天大跌或是涨只要有交易，政府就有税可以抽但刚刚凤君姐提到的隐忧就是
现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4代同堂哦，房贷、车贷、信贷，还有融资贷款哈，一贷再贷，然后全部投资股市。这几天的股市啊，其实前几天就已经开始了，都开高走低啊。那开高走低，连续几天以后，必然的就是今天的大跌。为什么？因为前几天的开高走低，大家都戏称那个叫什么人道走廊啊，早上的开高就让你跑，然后就走低。那几天以后，大家就觉得说惨了哈，这个一定这样子震荡以后这个对大家就有一天没信心就会跑。就今天的走低是必然，其实跟战争是没什么关系的啦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开玩笑说，韭菜长高了总是要割一割啊，这个台股涨多了总是要跌一跌哦。但是跌的过程里面呢，现在比较风险比较大的就是因为太多人是用贷款下去买，你能不能撑得起这个回档整理的这个过程？还是你回档的这个整理过程，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几天新闻常常出现一个标题叫做违约交割，巨量的违约交割，还有什么少年股神这些字眼，这几天一直出现在新闻版面，这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不健康的这种股市炒作。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投入到股市里面包括零股交易，包括说去借学贷，然后包括去借信贷，然后去投入股市里面。央行说要查，那我想请问一下，他能怎么查？所以政府不能只是一直告诉我们，像徐国勇说的，人人都拿到红利。那像今天跌的时候，他怎么不出来说呢？像如果融资去买贷款，当他去追缴，他要去借钱，他要去跟父母拿钱的时候，那请问一下，他是徐国勇口中说的人人都有红利吗？唯一一直都有红利的人是谁？就是政府，因为他一直在收税嘛，卖他也收一笔证交税，买他也收一笔证交税，跌他还是收。所以我觉得政府告诉我们说4代同堂，但是他没有拿出解决方法。从2024年的6月到2026年的5月，台湾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不动产的贷款只增加了1.3兆，但是其他的放款增加了4.96兆。是不动产贷款的4倍这里面大部分都投入到股市相关活动的信用贷款，这是很可怕的。我们现在的融资余额有6000亿耶，当股市如果再继续往下杀的时候，请问一下，这些融资余额在断头在追缴的过程里面，其中杀到多少年轻人？休息一下再回来。